西安轰20轰炸机再度爆出新消息，详细参数是否正式公开了？为何说轰20并非是美国 B2 轰炸机的山寨？轰20与 B2 又有哪些区别？其带给中国军事的意义又是什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官方军事月刊《现代兵器杂志》爆出第506期杂志封面照，其封面首次公开了一种外形设计与美国 B2 轰炸机很相似的新型轰炸机图，并且杂志内还有4张用计算机绘图软件描绘出的新型轰炸机概念图。而此则消息一度引起外界轰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也让这一期的杂志瞬间卖到脱销。之所以这张新型轰炸机图片能引起如此大反应，主要是因为这张图描述的便是神秘的轰20轰炸机。长年以来，轰20的消息都成为国内外最引人关注的存在。在中国多次进行超强军事武器的投票中，未正式现身的轰20却总能名列前茅，可见其在中国军迷心中的地位。此前，中国官方或军方发言体系从未透露过关于轰20的设计细节，因此这几张现代兵器的突破会引起强烈反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张杂志图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时候，中国官方亲自出面辟谣。中国军事人员借官媒《环球时报》称，网上流传的关于轰20的图片实际上是民间爱好者自己制作的，并不是真的。然而，这样的辟谣却引起更大的讨论声，因为中国官方专门为类似的事情辟谣很是罕见。即使真的是爱好者自己做的图，也没必要专门说明。因此，中国官方的举动更加引起外界遐想。为什么说大家都相信轰20轰炸机呼之欲出了呢？有意思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在中国军事圈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张召忠少将就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辟谣过歼20战斗机的存在，称中国没有能力造5代机，只能对歼10进行改进。然而，仅仅2年后，歼20就被爆出首飞。于是乎，中国网友们就把官方辟谣常常与官方泄密给联系起来了。而且从时间点来看，轰20也该现身了。早在2016年的时候，时任中国空军司令马晓天就透露过，中国空军正在研制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很多网友认为，这架新一代远程轰炸机将摆脱轰6作为研发平台。在2018年的中航宣传片《大国起飞》中，披露了一款被幕布盖住的超大型飞机的情况。根据其幕布下的飞翼式轮廓，网友们看出这架飞机的形状很像是美军 B2 隐身轰炸机，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架被幕布盖住了的大飞机便是未来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轰20。此外，外界认为轰20的研制单位将是西安飞机制造厂，因此也得名西安轰20。2021年年初，中国空军招飞宣传片中，轰20再次现身。除了继续以幕布盖住的形式展现轮廓，在荧幕中，飞行员头盔处还映射出轰20的机头，这无疑说明了一点：轰20的大体形状已经确定，离问世越来越近了。果不其然，关于轰20的新消息又来了。根据网上流传的图片，中国官方经营的军事杂志近日又对轰20进行了刊载，不仅附上了多视角的电脑绘图，而且还给出了一些具体数据，让我们能更加直观地了解轰20的能力。根据军事杂志公布的图片，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关于轰20的俯视视角图。从外观来看，轰20与美国 B2 轰炸机很是相似，尤其是机翼的后缘和进气口的边缘采用有一定折角的平行几何形状，如同锯齿一般。而机头处，轰20与 B2 一样都是呈现三角状。此外，轰20中轴线的两侧是2个发动机进气口，这也与 B2 轰炸机一致。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轰20完全就是山寨了 B2 轰炸机。实际上，作为一架追求隐身属性以及载弹量的轰炸机，要实现对雷达探测最小可视化，这种类似于 B2 的飞翼设计都具有趋同性。如果要说轰20完全山寨 B2 的话，并不正确。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轰20有一处细节与 B2 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轰20的机翼与机身相交处的明显角度变化，而 B2 轰炸机机翼延续了机身线条，没有折角。之所以轰20这一处要设计折角，而不像 B2 那样采用直线机身，外界认为轰20可以更有效地减少雷达散射面积，达到比 B2 轰炸机更加出色的隐身效果。另外还需要注意的，那便是杂志给出了轰20的一些详细参数，包括机长24米、机高5.3米、翼展54米。
最大起飞重量198吨，最大载弹量30吨，速度0.95马赫，最大飞行高度16500米，最大航程15000米，作战半径7500米。如果拿 B2 轰炸机来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轰20其实还略大于 B2 轰炸机，但是在速度等方面都是亚音速，航程与作战半径区别也不大。但区别比较大的一点，那就是轰20拥有比 B2 更大的载弹量，轰20达到30吨，而 B2 则是22吨。此外，杂志的另一页还介绍轰20拥有4个内置弹舱，包括2个主弹舱与2个副弹舱。主弹舱主要用于挂载体积较大的攻击弹药，而副弹舱挂载用于自身防御的中距空导弹。这也是 B2 乃至最新的 B21轰炸机都不具备的能力，因为轰20将是世界上首架具备对空拦截能力的轰炸机，而且轰20的弹舱将会比 B2 轰炸机更大，不仅能发射常规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还能进行核打击。可以说，轰20就是为了满足中国空军未来空间作战需求，以及中国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而研制的。基于此考量的轰20，并非 B2 以及 B21的翻版，而是比美军战略轰炸机考虑的更加周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B2 虽然是目前最先进的一款轰炸机，但其高达24亿美元的造价以及有限的载弹量 ，B2 被认为本身就不是很成功，使用成本太高，破坏力有限。这也是美国因此开发 B21轰炸机的动因。而 B2 的这些缺点，轰20很显然在研发的过程中避免出现。最后再谈谈为何中国要设计出一款外形与 B2 很相似的战略轰炸机。目前全球战略轰炸机主流思想有2种，一种是以美国 B2 为代表的隐身轰炸机，强调的是在突入敌方领空后进行系统性作战，以达成战略目的为目标；另一种是以俄罗斯图160为代表的高速轰炸机，强调在突入敌方领空后迅速打击目标，然后撤离，以达到快速斩首为目标。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军事也和美国一样走集成化与信息化路线，要求从整个战略局势出发，打一场整体性的高科技战争。因此，美军的战斗思路更符合中国军队的想法。中国军事改革的一大契机，便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变现，而为了向美国靠拢，中国也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因此，中国装备越来越美式化，成为现在的趋势。